进入旅游季节，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就像温泉一样沸腾起来。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一场盛装大戏就在华清池上演，讲述唐朝风流天子与绝代佳人的爱情故事。大型舞剧《长恨歌》利用唐玄宗和杨贵妃传奇爱情发源地的真山真水，在华清池上再现了霓裳羽衣、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。唐明皇李隆基，他本身就是个音乐家，一个作曲家，所以说。唐代你就看敦煌壁窟，我刚才讲了，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到唐以后，包括以后的，你去看最华丽的、最让吸引人眼球的是唐代那些石窟。历史上风流皇帝数不胜数，但擅长歌舞、精通音律的却极为少见。据说唐玄宗李隆基是著名乐舞《霓裳羽衣》的原创作者，他尤其喜欢西域少数民族的胡舞。安史之乱祸首安禄山就是因为擅长胡旋舞而备受恩宠。胡旋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民族舞蹈，因西域康国献胡旋女而传入中原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记载，舞极转有风，俗谓之胡旋。因为唐朝啊，这个音乐非常发达，唐朝的宫廷音乐，当时这个记载，根据我们的历史记载啊，当时这个宫廷音乐分作10部剧，那么包括这个它吸收了很多西域的这些音乐舞蹈的文化在里头，什么西凉乐呀，这个秋之乐呀，这都是从西域传过去，所以完全不能排除这些跳舞的人，说不定就是从西域过来的。那么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什么对西域少数民族乐舞情有独钟呢？看过祭孔舞的人都有一个印象，中原地区的古代舞蹈过于程式化，一板一眼，中规中矩，缺乏美感。一抬腿一下都是一模一样，整整齐齐，穿着宽袍大袖不好看。那帝王也有审美的要求啊。然后一看，全世界各国好的东西一来，所谓的胡舞它不是一个民族的，不是一个地方的，各种舞都进来了。而这些游动的民族呢，他就比较喜欢，就是活泼的，更加或者是浪漫的更富于动感的，更不受约束的，可以即时发挥的这些。不光安禄山，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也擅长胡旋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胡旋舞在盛唐时期迅速风靡全国。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从此李唐王朝因这场风花雪月的事由盛而衰，胡旋舞也背上了狐疑之声乱华的罪名，淡出了历史舞台。
但在远离长安的西北腹地，敦煌的画师们却将唐代宫廷舞蹈场面永远留在了莫高窟洞壁上。曾经盛极一时的胡旋舞，在这里延续着昔日的风光。莫高窟第220窟是贞观16年开凿的精品洞窟，它和初唐以前的洞窟不一样，是中原最新艺术表现形式的样板，开始用3维空间表现宏大场面，比欧洲的透视法早了700多年。壁画上的歌舞演奏场面更为排场，出现了20-30人的乐队，两边的6位舞伎在跳胡旋舞。这个舞蹈它是一个连续的动作，画画呢只能画一个瞬间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瞬间的话，可以想象，可以领会唐朝的舞蹈原来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。舞场的照明系统也很有气势，中央5层灯台，两侧各摆3层灯束，造成了光芒耀眼的舞台效果。旁边2位添灯火的菩萨也类似人间舞台上的灯光师。如此盛大的乐舞场面，恐怕只有唐朝宫廷才配有。高金荣教授对220窟的舞蹈画面有新的解释，他觉得这更像朝鲜舞。所以他的转动，他的手这种留手，这样的起范儿，啊，那么别的舞不是这样的转动？因为有的专家说这是胡旋舞，啊，不可否认，胡旋就是以旋转为主，它是在旋转，一个往这边转，一个往这边转，啊，但是呢，高丽乐当中也有胡旋舞。再盘腿，西部少数民族乐舞传入中原地区，早在汉武帝凿空西域时就开始了。到东汉灵帝时代，西域乐舞就开始在内地流行。丝绸之路上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，到了唐代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。当时东西儿都像长安、洛阳、丝路正正、敦煌、西凉已成为国际都会。那么当时他们的服装、舞蹈、生活方方面面，是吧，都有多民族、多元文化的这种痕迹。那么胡风，是吧，在这中间体现的特别突出。在唐代敦煌这个各民族聚居的移民社会大舞台上，活跃着各色各样的民族乐舞，而这股浓郁的胡风也必然反映到石窟壁画中来。隋唐时期，朝廷特别重视音乐舞蹈，隋炀帝制定了新乐、西凉乐、秋瓷乐、高丽乐等9部乐，唐太宗又发展到10部乐。虽然是宫廷乐舞，但都来自民间，以地名、国名为乐部的名称。最能体现胡风唐韵的乐舞是西凉乐，它以曾经建都敦煌的西凉国命名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这样描写西凉乐：自破阵舞以下，皆雷大鼓，杂以秋瓷之乐，声震百里，动荡山谷。以西域的音乐，为主体，又融合了这个中原的这个许多的音乐元素，所以它这样呢，就是从规模上是最大的，表现形式上是最新的、最有特点的。莫高窟220窟中一支规模庞大的伴奏乐队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。这是一支有28位乐器演奏者的乐队，管乐、弦乐、吹
吹奏乐、打击乐一应俱全，乐队规格超出了10部乐中最大的西凉乐乐队的编制。在阿尔宁窟的音乐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宏伟的那个乐队，两边像那个北壁啊画那个两边2组这个演奏音乐的，大概有20-30个人，这样的一个就类似我们后来的交响乐了，这个很了不起的当时。兼收并蓄的西凉乐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，从北魏一直到唐代都被列为国技，数百年间始终长盛不衰。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曾写道：“唯有凉州歌舞曲，流传天下乐闲人。”西凉乐它是最具开放意识的音乐，它融合了西域各国的文化的这种音乐的一些文化互相的渗透。从敦煌一路向西，在西凉乐曾经盛行的丝绸之路上，或许能找到凉州歌舞曲。在12木卡姆的音调和旋律中，是不是隐藏着西凉乐的遗传密码呢？在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与12木卡姆同样古老的秦腔。秦腔它本身它那个音调，你去仔细分析，它有些苦音的，它的调式，你去看在木卡姆里面有一些东西，它有一些很奇怪的一种共同点，调式上、落音上的共同点，它的色彩上的共同点。新疆12木卡姆演员艾丽一语道破了木卡姆和秦腔的共通点。啥呢？木卡姆里面的汉族人的那个秦腔一个样，以前的是罗格嘛，我们也就是那个木卡姆嘛罗，你们的那个秦腔呀就是乌族人的木卡姆一个样。你是河马，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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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万种。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三姑小大哥少了年，哒哒啦啦
啦哒啦哒啦，周山上有我做朋友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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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朋友北京过来我们很高兴。人间大白中呢，土马是不拉西的。你通过这些东西，你就可以想象当年丝绸之路上有很多西域人到了长安传艺，当时留下了大量的这些艺人。现在长安的人把这些唱戏的这艺人和吹唢呐这些的都叫龟，就那个龟子，龟子就那个秋词。哦，秋词。说这一伙龟子来了。现在农村还这样，老人都这样叫，它实际上延续了当年的这种叫法。中原西域的音乐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交汇融合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但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他们都通过互相吸纳而丰富了自己。相比秦腔和12木卡姆，还有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就显得有些落寞了，它就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卷。你呀，你不开旗鼓呀，平阿弥陀佛啊，起了鼓啊，压了平，坏了良心啊，南无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。光是读佛经非常枯燥，我是看了很多佛经，简直是我是耐着性子看着非常的枯燥，所以于是乎的话，就是有了民间的话，就一种变换方法，把佛经啊变成一种说唱形式。河西宝卷是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，它们多以手抄唱本形式留存于民间，最长的有8、9万字，可以连续唱几天几夜。错家马后二不的干。敦煌民间传唱的曲子戏保留了藏经洞遗书中的曲子词和曲牌，在千百年的演变过程中，它的唱腔也吸收了秦腔和甘肃地方戏的各种曲调。四都成仙铁拐李呀，从头青也是铁面皮呀，我身后啊到鼻眼上青空啊残呀，哎，火葫芦能把这海边干个衙门哈，他呀老婆顶挨灯，顶到了翻呀更，顶得我脖子断了筋啊，顶得我脖子断了筋啊。敦煌曲子戏的舞台表演要求演员不但唱功好，还要扭得欢，走得飘。老婆顶挨灯，顶到了死呀更，顶得我腰酸腿呀又疼啊，顶得我腰酸腿呀又疼啊。1000年前盛传的西凉乐依然活着，它顽强地活在民间。这些音乐一直在流传。你西凉
概念还是四川这一线，甘肃、酒泉、什么张掖这一线这些地方，它的民间的民歌，包括老百姓喜欢的戏曲，都是这种风格的东西。同样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凉州贤孝，也属于河西宝卷。76岁的盲人王岳是凉州贤孝的传承人，他已经弹唱了60年。你这会子装是头胎的，你往这不管那个富贵人家装呀，谁叫你装到我们是平人的门啊！而且这些音乐你听了以后，一直往西走，你会听他民间艺人的演唱，你会感觉到热血在沸腾，这就是活力。秦岭山脚下的陕西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，有一支奇特的民间演唱班子，他们演唱的陕西老腔，据说比秦腔还要古老。在电影《白鹿原》中，就有一段原汁原味的陕西老腔表演，很受观众的好评。陕西老腔由此开始走红，这个演唱班子也唱得更欢了。从16国到元朝，连续10个朝代都流行过哪些乐器？有多少已经失传？这些失传的乐器在敦煌壁画上都能找到吗？2位古稀老人花了30年时间复活壁画上的古乐器，他们组建敦煌古乐队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？敬请收看《敦煌祭乐篇》第4集《仙乐飘飘》。